岳大哥，皇上下的不是1道，是12道。啊！是我对不起岳大哥，没能把最后1道金牌接住。报元帅，张俊大军已经拔营班师。报元帅，韩世忠大军已拔营班师。这是韩帅亲笔信，请大帅过目。退兵一事，非你我所愿，然皇命不可违，还望元帅奉诏退兵，留得青山，相忍为国，切勿动心率性，以乱大谋。我还得到一个消息，朝廷现在已经断了岳家军的粮草。更严重的是，张军已率3万人马调转枪头，只要岳家军不退兵，他们随时准备跟晋人前后夹击。这王八羔子，晋人打不退，他反倒回过头来打我们。好得很！既然朝廷这么对咱们，咱们索性就反了。张俊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老子不信打不过他。怎么样？你们干不干？好，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，牛叔我跟你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打仗粮草最重要，朝廷不干了，咱们吃什么？喝什么？王贵，牛叔，你是不是被北蛮子吓破胆了？只要我们攻进汴京城，什么吃喝没有啊？我王贵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大哥说的，我二话不说。贵叔，牛叔，爹，你说过，国之兴起，在文官不贪财，武将不惜死。现在就是不惜死的时候了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，我就不信杀不出这条血路来。就是死了，我也不这么窝囊的回去。元儿，你糊涂啊！我问你，我们带兵打仗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。如果我们打了，前有金兵堵截，后有宋兵围剿，我们兄弟部队自相残杀，谁得益？朝廷奸臣，谁得利？今日谁受苦？天下的百姓。这样只会引起更大的内乱，更大的浩劫。可我就是不甘心呐！你一个人痛快了，那天下的把我杀了吧，我不回去。对，
我死也不回去。要死啊，就战死在沙场上！住口！我的命令你们也不听了吗？都回营帐！没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出来！岳大哥！大哥！元帅！大哥，兄弟几个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帐内了。你放心，没有你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敢轻举妄动的。岳大哥，吃点东西吧。明一连好几日都没吃东西了，这人终究不是铁打的。你要是真的病倒了，岳家军的兄弟怎么办呀？还有这么多的百姓，可都等着你呢。天下事当如何？全凭岳帅智儿。岳大哥，现在民心所向，所有的江湖人士都剑拔弩张，就等岳大哥你一声令下了。10年之功，废于一旦。所得州郡，一朝全休。社稷江山，何以中兴？乾坤世界，无以再复。张显，我们在这里再多逗留5日，佯作过河，保护百姓南迁。是。大哥，百姓都已经走了，
现在的诛仙阵已经是一座空城了。好啊，我们也该走了。打到边境了！我梦到我们打到边境了，所有的百姓都出来迎接我们，感谢我们呐！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每一个都当我们是救命恩人。大家哭啊，笑啊，笑啊。后来我们哥几个兄弟们又回到樊楼喝酒了，那个痛快啊！这辈子，咱们兄弟们还能回樊楼和女儿红吗？还能回去和女儿红吗？大哥。元帅，我们中原的老百姓救些铁蹄呀，不能走啊！岳元帅，求求你们了！爷爷，小的要转身回城，杀到黄龙府，让金人血战县城，让金人血战县城。对不起大家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元帅，不能这样啊！元帅，你快起来啊！元帅，快起来！起来！我对不起大家。
往前走，我们就离开朱仙镇地界了。皇上，张俊将军和韩世忠将军已经回到临安，等候皇上的召见。岳飞呢？估计应该在路上了吧。皇上，臣不知您因何叹气。朕在想，这次是把3员大将都召回来了。人是回来了，心却没回来。尤其是岳飞，他天天想着要北伐，没准哪一天他又吵着嚷着要把北方故土收回来。皇上，他的心为什么还没有回来？那是因为他手中还握有兵权。若想真正有西割之期，就得罢了他的兵权。解除了他的兵权之后，就算他有心，也是无力了。解除兵权，哪有那么容易？皇上，您可记得太祖皇帝的那一出“杯酒释兵权”？岳太尉到，快请。参见皇上。爱卿平身。你们全都退下。岳爱卿啊，你连年征战，饱经沧桑，朕知道你心里一定责怪朕，为什么在大好形势之下，让你班师回朝？是。曾几何时，金人铁浮屠拐子马，屠刀所指3军胆寒。而今我军连战连胜，金人闻风丧胆，正是轻取中原的最好时机。你说的没错，可你知道吗？打一场仗，
要增加多少赋税，消耗多少银两，百姓要增添多少负担吗？没错，现在是一片大好的形势，郾城、颍城、诛仙阵连连大捷，确实大快人心呐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才可以获得谈判的先机。现在就是我们和金人议和的最佳时机，爱卿的辛苦没有白费。先战后和，获取谈判筹码，是为上策；不战而和，南面称臣纳贡，是为中策；只战不和，必定生灵涂炭，国库空虚，民不聊生，那是下之策。岳飞，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这道理你要懂啊。臣只知道止戈为武，动武并不是因为好战，而是要停止兵戈之乱。金人和战战，根本就没有定数。等到他日战火重燃之时，难道不是生灵涂炭，国库虚空，天下难安吗？皇上，你心中若是真有百姓，就不应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议和不过是皇上偏安一隅，做个江南国主的借口罢了。岳飞，今日你以下犯上之罪，朕暂且记下。太祖有言道：“犯无法者，唯有剑耳。他日再犯，朕和你就没有再做君臣的余地了。”谢皇上。三位爱卿，你们辛苦了。来，朕在这里敬大家一杯。这一仗，金人可是切切实实感受到我们大宋的兵力了，朕甚感欣慰呀。为了答谢各位将军的功劳，良田屋宅、金银玉帛，定是不会少了大家的。承蒙皇上厚爱。只要是有功之臣，皇上绝不会亏待了大家。想想宋金两兵交战，双入10余载，也该到了止战息戈的时候了。哎，末将惭愧啊！哦，何愧之有啊？若不是行军打仗，处处掣肘，恐怕我们一早就把金人赶回去了。哦，张将军的掣肘是那些地方官不给面子。前日领军去领军粮，结果得到的答案是置之不理。后来又去了一趟，得到的结果还是置之不理。真有此事吗？臣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
皇上，此事倒也好办，不如给3位大将军挂个职衔，那就可以指挥地方官了。好，秦桧，你为朕拟道旨意，封张俊、韩世忠为枢密使，封岳飞为枢密副使。臣遵旨。臣谢主恩。皇上知人善任，以后大家同心同德，共建大业。哦，对了，诸位可知道宣抚制的规矩吗？拜与新职，就应该卸去旧职。属下明白，我会交出我所有的兵马，供御前使唤。皇上的意思是，要我们交出兵权？人生在世，如同白驹过隙，不过只是为了寻求荣华富贵，享受安乐罢了。你们驰骋沙场，抗敌卫国，朕要为你们做打算。不如交出兵权，去当个官，购置些良田美宅，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份产业，自己也可以日日享天伦，快活地过一辈子。这不是很好吗？皇上，臣未能完成皇上的中兴大业，甚感羞愧，请皇上准臣告老还乡。你要告老还乡？岳飞，你这么做可是伤了皇上的心呢，你想清楚没有啊？啊？我泱泱大宋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奸臣贼子，沆瀣一气，误国误民。你虽然没有上过战场，但是你的双手却沾满了鲜血。你就是我大宋的刽子手。皇上，臣已别无所求，请准臣告老还乡。哎呦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啊，这都快急死我老牛了。这皇上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担任岳家军的统帅。啊！从今往后，大宋再无岳家军，军权交由张宪号令。大哥，快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大哥，皇上是不是革了你的职啊？不，皇上升了我的职，升我为枢密副使，官居正一品。枢密副使，这就是个闲职啊！这摆明了是想收了大哥的兵权呀！皇上难道就不怕敌人再打过来吗？皇
上心里的算盘是：见人打来，可以进贡，可以议和。不管怎么样，江南国主的位置还是可以保住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武将一旦谋反的话，他可就别无选择，只能成为庶民了。岂有此理！皇上只顾自己的皇位，难道不顾及天下百姓的安危吗？我们的皇上如果能够顾及天下百姓的安危，今天的大宋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的地步。兄弟们，你们和我一起浴血奋战10余载，杀过金人，打过匪寇，感激的话都在心里面。聚散任由天，来，我们好聚好散。我敬大家一杯。大哥，都是大老爷们儿，别扭扭捏捏的。咱们的话怎么说来着？是豪杰必有真情，大丈夫岂无酒量？对，为了豪杰跟大丈夫们，干了！好，是豪杰必有真情，大丈夫岂无酒量？干干干！兄弟们，保重！大哥，是这样起来，快起来，快！里面还藏着好几根呢，您别动，我给您拽出来。别拔了，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白头。咱们在昭关都待了10几年了，也不过白了这么几根。看来咱们比伍子胥要结实的多了。人家李白说了：“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”皇上怎么就不读这首诗呢？再等下去，咱们都变成雪人了。皇上对这首诗必然是一读再读。
至高天，下有露水至波澜，天长路远，魂飞骨，梦魂不到，关山难，长相思，寸心根。今晚把这个药给娘娘煎上，快去。好。有什么消息，说吧。惠太后，刚才在外面听金人议论说，岳飞已经在朱仙镇布下了1字长蛇阵，准备和四太子决一死战。据当地人说，这一仗很可能把四太子赶出相州。不是已经过了河了吗？岂只是过了河，岳飞还打算痛饮黄龙呢。那离咱们这儿就不远了，是吗？可是岳将军已经班师回朝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过了朱仙镇，再过边境，过黄河，过相州，就离咱们不远了。为什么还要班师回去呢？因为皇上一连给了他12道金牌，催他回朝议事。12道金牌让他回去。皇上把岳帅召回临安，罢除了他的兵权，解散了他的岳家军，还给了他一个闲差，枢密副使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皇上。